干儿子扔水里，亲闺女推沟里。大熊猫蕊蕊主打一个00后带娃。这天蕊蕊正在肆无忌惮的蹭痒，扭头看到仔仔靠近，瞬间下意机灵，赶紧把整个身子都蜷缩在熊洞里。别过来，我不是你妈，我是门。甚至蕊蕊还使劲往里推了推自己的肉，可仔仔不信，坚称自己的妈妈刚才就在这里，烦得他干脆捂住脸逃避这世俗的烦恼。果然，就算是大熊猫也主打一个摆烂带娃，并且蕊蕊6岁当妈，自己还是个宝宝，带娃日常更像是我和我那玩不死的玩具。原本蕊蕊想告诉仔仔哪棵树不结实，结果因为自己玩得太嗨，直接晃断了树，自己摔了个屁股墩，还把俩娃给吓跑了。有时看不惯仅有一圈地中海的小树，蕊蕊就会脚踩蓝桶爬上去帮忙修剪，没一会功夫小树就彻底变成光杆撕裂，而他下树蹲的坐到桶上的画面简直可爱数了。都知道在美食面前母爱都是浮云，奶妈拿给咸咸仔的磨牙笋块最后大多都进了蕊蕊的肚子里。一次蕊蕊出门后照例直奔干儿子，却震惊地发现仔仔手上的笋还不够塞牙缝，于是他扭头就走，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，这么点玩意还是自己留着磨牙吧。而当咸咸仔抱着块笋皮啃着玩时，蕊蕊以为他在吃独食，急吼吼地冲过来扒拉开熊孩子，才发现是自己搞错了。本来就尴尬，再加上周围两脚兽盯着，蕊蕊赶紧低头吃草，假装啥事都没发生。第一次在熊猫脸上看到尴尬二字，有时蕊蕊会把闺女当踏脚石爬石头，奶妈发现后吓得赶紧阻止，踩不得踩不得。没曾想他一脸懵，好像在问为何踩不得，就是说其实蕊蕊才是个宝宝吧。只见咸咸仔正开开心心的抱着球玩，结果蕊蕊直接横刀夺爱，拿来吧你。于是前一秒还嘎心嘎心的玩具球，后一秒就在蕊蕊的利齿下当场归西。其实他不仅喜欢玩玩具，还喜欢玩娃。这天咸咸仔缠着干妈要对方陪自己玩，蕊蕊当即表示要让他体验非一般的感觉，随后一个丝滑的过肩摔给孩子扔到了水里，弱小可怜又缩水的咸咸仔气得扭头就走。有次蕊蕊把咸咸仔放到南瓜盖上，想要推着他体验滑草的乐趣，结果没注意把干儿子压到了南瓜盖下，推到一半才发现咸咸仔不见了。蕊蕊大惊失色，以为仔仔被南瓜吃了，对着南瓜盖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天杀的南瓜贩子，还我儿子！就是说咸咸仔能平安长大也挺不容易的，全能的妈妈，优秀的爸爸，重工的哥哥，野放的妹妹，和不爱美女爱玩屎的他。眼前这只发愤图强的熊猫就是画虎，妈妈是中兴皇太后草草，爸爸是白羊。可以说画虎自出生就注定要成为种工，然而这小子却主打只爱竹子不爱美女，每次去相亲都捧着竹子手办不撒手。就算中兴让画虎现场观摩，希望他顿悟，可相亲数年的他最终归来仍是处子。这时有人提议请南科圣手海大夫出山，毕竟11岁都没开窍的紫烟大叔就是他治好的。可事实残酷，海星星是画虎同父异母的姐姐，很难不怀疑草草生画虎时祖坟眉毛青烟。要知道草太后在圈养和野外都遍布男友，前夫白羊是中兴大名鼎鼎的种工，妻妾成群，而双胞胎妹妹画娇在野放后也有了后代。俗话说每个摆烂重工的背后都有一个替他负重前行的兄弟。由于画虎一直摆烂白瞎了好基因，他的订单就全落在了冤种哥五羊身上，每年繁育季五羊都要中兴基地两头忙，以至于如今遍地都是他的孩子。其实五羊不光承担了华虎的加倍订单，还有海乐乐、海香菱这几个冤种兄弟的。香菱表面相亲，可真实目的却是找女熊摔跤，忙忙碌碌了好几年才得到刚蹦一个儿子。对此五羊表示，究竟是我的福还是我的孽？不过别看画虎对美女不感兴趣，但他也有特别喜欢的事，喜欢玩屎。有次画虎把青团均匀的抹在了墙上，奶爸看到后两眼一抹黑，差点气晕，忍不住吐槽他难怪找不到媳妇。画虎扭头就睡到屎堆里，你说的没错，别的小熊都会找个固定地点上厕所，而画虎连媳妇都没有，更别提偶像包袱了。奶爸就曾吐槽好大儿能做到边走边吃，边吃边拉，边拉边甩，边甩还边踩，并且华虎长得熊高马大，胃口也很好，吃的多拉的多，造的满院子都是青团。奶爸奶妈单是打扫外场就要花2小时，果然没人能笑着从画虎的圈舍里走出来。由于画虎长得帅，长胳膊长腿，身材好，还因此吸引了不少猫粉一一的注意。可这小子正经不过3秒就开始原形毕露，脚丫子不停摩擦地面，笑得一脸不怀好意，很难不怀疑他是想把脚上的屎擦干净。或许名字带虎的天生就爱玩屎吧。熊猫界战斗力排行榜大揭秘，第1名绝对实至名归，第8名梅兰肉肉，上榜理由抡圆胳膊胖揍过奇异。当初肉肉正拿着小苹果跟游客炫耀，谁料嘴馋的奇异上来就表演了一口吐，气得肉肉立马叫上帮手扶顺干他，随后抡圆了胳膊把奇一顿胖揍，战力评估能打2个萌兰。第7名五一，上榜理由和元大打架误伤元小。这天五一和元大闹矛盾，动起手来，元小便找了个风水宝地近距离吃瓜，没曾想五一扭头就把他从木架上推下去，导致元小后腿被卡在木头缝中骨折了。为了治疗，医生只好脱掉元小的毛骨，还贴心的给他留了双油济济保暖。从此元小被扣上了一代脱星的称号，战力评估能打4个萌兰。第6名飞云，上榜理由拳打金虎，脚踢妙音。作为大名鼎鼎的联动一姐，
飞云的飞是张飞的飞，云是赵云的云。想当初金虎只是手欠摸了下萌妹，他扭头就把大外甥摁地上摩擦。和妙音打架，不论对方想要如何压制，飞云反应不过3秒就能反向压制妙音，到最后更是直接把他揍得心服口服。战力评估能打6个萌兰。第5名喜妹，上榜理由重伤致残两脚兽，只因在喜妹带崽野化培训时，饲养员误入了他的领地。护崽心切的喜妹当即冲上来攻击对方，最后导致奶爸手腕骨和脚筋都被咬断，抢救时全身大换血，才终于保住性命。战力评估能打8个萌兰。第4名谷谷，上榜理由打赢4次两脚兽。谷谷是迄今为止伤人最多的大熊猫，不过这都是游客寻求刺激违规进入场地，受到惊吓的他只能出手给对方个教训，而谷谷也因此被称为北洞保安队长。战力评估能打10个萌兰。第3名萌二，上榜理由打赢过谷谷。当初北洞停电后兽舍的自动门乱开了，萌二瞧见正在干饭的谷大爷后立马偷袭，一顿输出把毫无防备的谷谷揍得嗷嗷叫。没天理了，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。这一年谷大爷20岁，而萌二只有5岁。战力评估能打12个萌兰。第2名七仔，上榜理由把熊熊耳朵咬成扳手。想当初老丈人阿宝嫌弃七仔彩礼不够，结果这小子恼羞成怒，直接送他个扳手耳朵。就算自己在熊猫界的名声被阿宝贬得一文不值，七仔也死不悔改，甚至模仿对方被咬的糗样。果然黄毛都是不好惹的。战力评估能打14个萌兰。第1名胡子，上榜理由打遍秦岭野猫无敌手。小时候胡子不懂事，在老詹领地里做标记，结果被对方揍到不得不求助潘教授团队。没曾想这小子还挺记仇，长大后去报复对方。潘教授来救助老詹时，他就躲在树上嘎嘎乐。还有次胡子遇到4只柴围攻老年熊猫，看不惯的他冲上去一掌拍断领头柴的脊梁骨，并且仅凭一声怒吼就能吓退金钱豹。战力评估能打20个萌兰。而网友们觉得谁才是真正的战神呢？明明已经是5个孩子的妈妈，为何徐萌萌女士仍像小孩一样活泼？这天潘粤明奶爸来给蒙太后送加餐，他本想耍个帅把笋扔到麻袋里，没曾想把正在干饭的蒙太后吓一跳。潘粤明奶爸立马卑微道歉，随后溜之大吉。不过按萌萌的受宠程度，笋是上午扔的，潘粤明奶爸是徐老爷中午叫走的，下午他是被北洞熊猫集体拿捏的，心理医生则是潘粤明奶爸晚上看的。只能说惹谁都别惹我们徐萌萌女士，毕竟除了受宠外，作为大名鼎鼎的北二宝，重达300斤的萌萌一雄定就能把蛇作死。或许有些网友认为这体重太离谱，但在2016年萌萌曾直播上称，而屏幕上明晃晃显示着150多公斤。对此萌萌表示别问，问就是299.9斤。事实上萌萌从小就圆润到大，小家伙缩在红色宝宝椅上吃笋笋时，又白又软，简直可爱到萌化人心。只能说不愧是徐老爷眼中的最美闺女，并且萌萌从小就活泼好动，每天早上先来到窗边开粉丝见面会，随后绕着场地疯狂刷微信部署。精力充沛的萌萌还时常爬到树上展示绝招，一字马倒挂金钩以及空中躺平。怪不得萌兰每天闲不住，原来是遗传。即使萌萌长大后荣升成熊猫妈妈，她也比娃会玩，比娃还像个宝宝。这天小萌兰趴在木椅子上呼呼大睡，萌萌炫完死后直接一屁股压在很大身上，可怜的萌兰被妈妈压得狗叫都出来了，使劲往外拔熊腿，奈何体重悬殊摆在这。奶妈见势不妙，立马提醒萌萌。谁料不靠谱的萌萌直接捂住耳朵不听，过了好大一会才反应过来，差点被亲妈送去潘达星的萌兰才得以逃脱。为了逃脱被老妈玩的悲惨命运，当萌萌找来时，萌兰直接装睡。等到老妈满怀失落的离开后，小熊精才敢偷偷爬起来溜之大吉。只能说萌兰能平安长大也挺不容易的。如今在北洞进入养老生活的萌萌，日子过得别提有多舒心了，每天吃吃喝喝，偶尔拿捏奶爸们。想必萌萌也知道自己国宝的尊贵身份吧，并且萌太后仍像个小孩子一样调皮，小小的水盆愣是被他玩出了花。喝水、踢球、搓盆、摇他爸，每次听到叮叮哐哐的声音，徐老爷就知道闺女想吃小零食了。甚至萌萌想玩秋千时都懒得站起来，而是抬起屁股一点点往后挪。吃东西时也是一挪一挪靠近木桩，主打能坐着绝不站着，能躺着绝不坐。但最近萌萌为好大儿们的婚事犯了愁，万万没想到3个儿子4个蛋，萌二占一半。或许未来萌家基因的传承也只能放到萌宝萌玉身上了吧。看到小乌拉和丁丁如出一辙的死亡凝视，才明白战斗民族有多会养熊。这天丁丁看到动物学家来了，立马把小乌拉拖到最里面的角落，并用身体牢牢护住自家闺女。随后丁丁转头死亡凝视动物学家，仿佛在说快走开，别逼我扇你。小乌拉似乎也察觉到妈妈的警惕，立马转身送上 mini 版死亡凝视。老妈要动手做掉它吗？不得不说丁丁和小乌拉的野性简直了。反观远在韩国的某位熊妈，每天不是在退货就是在去退货的路上。看到这终于明白中心租借丁丁时为何不舍了。别看小乌拉如今还不到4个月大，但小家伙对老妈的食物很是感兴趣。只见丁丁波娃拿着窝窝头大快朵颐，小乌拉就在旁边努力抬起身子望眼欲穿，感觉下一秒他的口水就流出来了。眼看老妈并没有要搭理自己的意思，小馋猫扯着的他熊皮大衣哀求道：“哎呀，妈妈，妈，我也想吃啊！”
我真服了，我妈她好像听不见我说话。好，不让我馋死吧，馋死我了，可就少了个小可爱了。而看到丁丁波娃竹子吃的嘎嘣响，小乌拉便用一口小乳牙尝试着啃，结果流了半吨的口水，竹子完好无缺。虽然丁丁波娃6岁就已经当妈，但她母性很强，非常稀罕自家闺女，先前就把小乌拉舔到浑身上下粉粉的，并且一有空就抱起来使劲吸闺女。小乌拉躺在妈妈的脖子上，眼神迷茫又可爱，只能说这样的围巾请给我来一把。虽然小乌拉在妈妈身边显得软萌可爱，但到工作人员手里竟直接成了大头娃娃。看着蓬松圆润的大脑，可自信熟练的打招呼，园长看向小乌拉的眼神里都快淌出蜜了。不得不说，俄罗斯人真的超爱仔仔。前几日，莫斯科动物园院长更新小乌拉照片，表示小公主已经可以4条腿站立了。视频中一脸温柔的园长竟激动的直呼万岁，很难不怀疑小乌拉未来也会变成女将军。小公主满100天时，俄方开始了征名活动，目前已经有近30万莫斯科人参与投票。而莫动为表对熊猫的重视，连夜更换了头像。先前的头像是动物园明星提莫莎的卡通形象，是一只非常可爱肉嘟嘟的兔子。而现在的头像硬生生塞进去了小乌拉。对此，兔孙表示要还知道把我留着呢，只是不知丁丁波娃未来生2胎后还会不会有提莫莎的位置。如今征名活动中，喀秋莎位列第一，没意外的话，这将会是小乌拉的大名。但也有网友表示可以结合一下叫喀秋莎、小乌拉、诸葛钢铁同志。只能说这届网友从不会让人失望，期待小乌拉快快长大，幸福平安，成为名震4方的女将军。好消息！又有一对海外大熊猫回到祖国了。12月17日，旅德大熊猫梦想和梦圆在中德双方的共同保障下平安落地成羽，成为今年回国的第9批回国的大熊猫。梦想和梦圆两兄弟今年4岁，于2019年在德国柏林动物园出生。妈妈是旅德大熊猫梦梦，田一老爹是旅德大熊猫交庆。2017年，梦梦和交庆跋山涉水来到德国，原以为是来打工的，没曾想竟当起了土皇帝。只因为了迎接这对大熊猫，德国柏林动物园特地修建了一所面积达到5500平米的中式宫殿熊猫馆。馆内不仅有宽敞的室外活动空间和丰乳，就连屋内都配备了恒温空调，可以说是欧洲最具现代化的熊猫馆。德国人对大熊猫究竟痴迷到什么程度？去年交庆过生日，园方直接请来了12位身着笔挺西装的德国男高音，为交庆深情演唱了一曲英文版生日快乐歌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一群德国人用英语给只能听懂四川话的熊猫助手，这放在整个猫圈都是相当炸裂的。而大熊猫梦梦也是个奇女子。别看她娇小可人，想当初和交庆相亲时，颜控的梦梦直接把对方堵到墙角，来了个霸王硬上弓，两熊足足交流了7次，最后梦梦如愿以偿获得了俩好男。然而梦想和梦圆却把老娘给折腾坏了，两兄弟走路还磕磕绊绊的时候就开始打架，画风像极了海外版面高兄弟。刚开始梦梦还能仗着身份阻止2下，可梦想和梦圆长大后体型优势不再有效，并且相比之下娇小软萌的梦梦像极了妹妹。3只熊坐在一起享用午餐时，两兄弟经常你一口我一口抢老妈的饭吃，以至于一顿饭的功夫，熊型分饭机梦梦大半时间都在分竹子，甚至饭后还要陪俩强盗儿子拉练口。恐怕两兄弟回国最高兴的就是梦梦了吧。而梦想和梦圆回到成都基地后，不知是否会跟甜甜或者圆梦做邻居呢？旅英大熊猫阳光、甜甜回国后适应很快，两熊目前都已经开始出外场活动。阳光喜欢活动，每天都在院子里到处探索，而甜甜洗净大部分时间在外场自由活动。两熊不仅每天都有吃不完的新鲜竹笋，就连窝头都被奶爸切成小块并涂上蜂蜜，餐后小苹果也是应有尽有。可以说两熊在成都基地的生活非常舒心，而先前回国的圆梦小王子就更不用说了，刻板和脱毛如今都恢复得相当不错，每天都把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，不是找面包兄弟唠嗑，就是对游客撒娇，一整个就是需求感满满的小熊精。相信梦想梦圆兄弟俩到达基地后，同样会得到饲养员很好的照顾，希望天下所有小熊都能平安幸福。